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现在喊的中华民国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是谁在什么样的时代敢喊出那句我们不要皇帝了？这不是课本，这是血的故事。那一年，广东香山，一个穷到连鞋都穿不起的孩子，赤脚在泥地里跑。他15岁那年第一次穿上鞋，走得磕磕绊绊，脚磨破流血。可你信吗？就是这个孩子后来改变了整个国家。他的名字孙中山。他小时候的家屋顶漏风，墙壁开裂，夏天雨一来，屋子就成了水塘，冬天冷得像冰箱。他跟兄弟要缩在一起取暖。饭是什么？地瓜，天天地瓜，白饭那是过年的奢侈。有一次他吃到白饭，还以为是邻居结婚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但是在那个泥巴地里，这个穷孩子开始想问题了。别人打陀螺玩弹珠，他在问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就能当官，为什么有人一辈子种田却永远抬不起头。他不服，他真的不服。这种不服不是叛逆，是觉醒。他心想，要是这个国家不改，我们永远都得跪着。那时候他还没鞋穿，却已经在想怎么救国。后来他去了香港，那一刻他像是第一次看见文明世界。马路平得能照出人影，医院干净到能闻到消毒水的味道，老师讲科学，讲电学，讲自由。他站在街头，看着一栋栋楼，心里震撼得发抖。原来人类可以这样活。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一切，为什么他们能这样，我们却那样？我也是人，为什么我就该跪着？那种羞愤像火一样在他心里烧。他咬牙读书，考医，学外语。人家读书为了升官发财，他读书是为了一个疯狂的梦，医国。他念完医书院，拿了第1名，但他不想当医生。他说，我不是要治病，我要治国家的病。于是他开始找人谈革命。在那个时代，这2个字是禁语，革命就是要命。但他不怕，他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，在宿舍，在茶楼，在地下室，一边喝茶一边喊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。那一群人后来被叫4大寇。你想想看，连名字都像江湖帮派，他们热血到什么程度？天天被老师骂，被同学笑，但他们越被骂越兴奋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不只是反叛，而是救赎。孙中山不是嘴炮型的人。1895年，他真的动手了。第一次革命广州起义，他计划得天衣无缝。重阳节，大家都出门祭祖，街上容易混，他们秘密运枪招兵设点。结果呢？一场悲剧。枪没到，人不齐，消息外泄，清军埋伏，革命军刚靠岸就被围。陆浩东，他最好的兄弟，帮他画青天白日旗的人，当场被抓，被处决。那一天，孙中山逃了，但心里死了一半。他明白，革命不是寒爽，是会死人，真的会死人的。那一夜，他躲在船舱里，看着海面上的火光，心里只剩一句：这条路我已经没得回头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他成了通缉犯，清政府悬赏捉他，连香港都不敢留他。他逃到日本，逃到夏威夷，逃到旧金山，16年，没家没根没钱，睡船舱，睡仓库，靠捐款吃饭。有时候没钱坐车，他就步行几公里去演讲。你知道他多疯吗？他去伦敦，被清朝使馆的人绑架，珍绑准备装进木箱运回去砍头。他在箱子里几乎窒息，靠偷偷塞出去一张求救信被救下。那次之后，他笑着对朋友说，我死过一次，剩下的命就拿来革命吧。从那天起，他的嘴变成武器，他到处演讲，到处募款，被人笑，被人骂，被人赶下台。有次讲完，全场没人鼓掌，他回头看看空荡的礼堂说，没关系，我讲的不是给现在的人听的，是给未来的人听的。有钱人说他诈骗，华侨说他疯，连外国人都以为他在演舞台剧。可他一句话回怼所有人，革命不是爆米花，要耐得住没人信。他去日本组党建立同盟会，这是亚洲第一个现代政党，从几个小伙伴变成几千个志士。他们用蜡烛写信，用假名通信，每一次起义都像赌博，赌命，赌未来。有人卖房子筹枪，有人跟妻子道别后就再没回来。他们知道这不是浪漫，这是以命为筹码的一场赌局。1900年之后，清朝已经烂到根了，外债、
战争、割地、赔款、鸦片、义和团，一个帝国外表还穿着龙袍，里面其实早就空了。孙中山看得比谁都清楚。他说要救这个国家，只有推翻它。于是他继续革命，惠州、潮州、云南、镇南关，一场接一场。结果呢，几乎全败，不是没准备，是敌人太强，但他没有停。每一次失败，他都记下每一位死者的名字。他说他们不是失败者，他们是种子。1907年，他在檀香山演讲，台下不到20个人，他站在木台上，声音沙哑，只要还有一个人信我，我就不会停。有人问他，孙先生，你都失败10几年了，不累吗？他笑说，我不怕失败，我怕没人接下去。那一夜，他讲完回到旅馆，脱下鞋，脚底全是血泡。他看着镜子对自己说，革命不成，我不回家。1911年，革命的雷终于炸响了。那一年，黄花岗72个年轻人，最大的30岁，最小的17，有人是学生，有人是医生，有人连刀都没握过几次。他们知道这次进去出不来。出发前，有人写下遗书，我死无悔，望国光复。墨不够就用铅笔写，有人写在布上，有人写在手臂上。清晨，起义打响，枪声连天，血溅街头。他们撑到最后一颗子弹，被围、被捕、被杀，尸体堆满街巷。有人被拖去刑场，还在喊民国一定会来。这声音穿过硝烟，传到孙中山耳里。他听完只说了一句，他们不是死了，他们让中国活了。后来人们把那72具遗体埋在一起，那就是黄花岗烈士墓。那不是墓，那是一面旗，旗上写的是72个名字，也是整个民族的觉醒。同年10月10号，武昌晚上10点，一声枪响，砰！这不是意外，是起义，新军造反。他们冲进总督府，夺武器，占城池，插旗帜。这一枪震碎了2000年的帝制，革命的火像骨牌一样蔓延。湖南、陕西、江西、云南各地纷纷宣布独立，脱离清廷。有人笑说，中国像是突然醒了，而清廷还在梦里。朝廷派兵镇压，军队不听，地方官投降，没人理。一场大火已经烧到根。1912年2月12号，北京紫禁城，6岁的溥仪在大人搀扶下签下一份文件，上面4个字：退位诏书。那一刻，2000多年的帝制宣告结束，从秦始皇到宣统皇帝的时代正式落幕，而新的名字中华民国诞生了。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，他穿着一套旧西装，站在南京临时政府门口，声音不大，却震得人心发颤。三民主义、五权宪法，我们要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。群众沸腾，掌声如雷，有人跪地哭，有人喊国父万岁。那天的空气带着雪，也带着希望。一个国家终于有了新名字，民国来了。可是刚点亮的灯还没来得及照亮，就被阴影吞回去。孙中山上任不到3个月，问题来了，全国乱成一锅粥，军阀各占一方，谁都不听中央。南方一个口号，北方一个章，民国像一只刚出生就被撕扯的孩子。这时候有人提议，让袁世凯来当总统吧，他有兵有钱，能镇得住场。孙中山沉默了很久，他不姓袁，但他更怕内战。于是他说，为了国家，我让。他让出了总统位子，和平让权，史上罕见。这不是退，是忍。他希望国家能稳，可是袁世凯呢？笑着接位，嘴里喊共和，心里却在试龙袍。没多久，他真的称帝，洪宪皇帝。你知道那有多讽刺吗？刚推翻皇帝，新皇帝又出现，这简直是历史在开玩笑。孙中山气到拍桌，还我共和！他立刻发动护国运动，滇、黔、粤3省响应，全国起兵反袁。袁世凯以为全中国都爱他，结果全中国都反他。称帝不到100天，他病死，连皇帝椅子都没坐暖。有人说这就是天在看，也有人说这是民心的胜利。但故事还没完。袁世凯死后，中国陷入更乱的军阀时代，北方割据，南方自治，没有中央，只有混乱。而孙中山呢，被人冷落，被边缘化。他没有军队，没有地盘，没有钱，但他没有抱怨。有人问他，你不气吗？革命被别人抢走了。他笑说，我革命不是为了当总统，
他继续演讲、写书、办报，有时候一讲3小时，有人打瞌睡，他也不生气。他知道革命不是一阵风，是要吹几十年的风。他在报上写道：民国不是结束，是开始；民主不是口号，是责任。那一年他47岁，离真正的安稳还远得很。袁世凯死后，天下并没有太平，反而更乱了。北洋军阀，你打我，我打他，一个个都挂着救国的名号，却各自为私利，在分地盘，火车头都能被军阀拦下来拆铁皮卖钱。民国成了一张笑话。有人感叹，原来推翻皇帝不难，推翻人心才难。而孙中山此时50多岁，头发灰了，声音哑了，很多人以为他已经过气，报纸上讽刺他是革命遗老，就有劝他说：你就算了吧，世道不属于理想家了。但他淡淡回了一句：我不信邪。他没有退，他又回到南方广州，重新集结力量。那时候的广州没有钱，没有军，没有资源，可他硬是用嘴、用笔、用信念，把一群散沙拢成军队。那支军队就是后来的国民革命军雏形。有人问：先生，你一个人怎么可能跟整个北方对抗？他笑笑：我不是一个人，只要还有人信理想，我就不孤单。1923年，他发表宣言：我要在南方建立真正的政府，不再让国家被军阀玩弄。他知道自己需要新的力量，于是他找到了苏联，找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。有人警告他，那帮人是危险分子，会害你。他沉默很久，说：只要他们真心救国，我不怕合作。这句话让他在保守派眼中成了叛徒，但在历史眼中，他成了第一个敢跨意识形态合作的政治家。他建立了黄埔军校，一个简陋的校园，却孕育出一代将星。蒋中正、周恩来、叶剑英、林彪都从那扇门走出。你可以说，那是中国近代最关键的一扇门。门外是乱世，门内是希望。他每天清晨6点起，巡视训练场，看学生练枪。有人说：孙先生，这些人以后可能彼此开战。他轻轻点头说：但至少他们先学会爱这个国家。他提出三民主义，不是空话，而是骨头。民族让中国人自己做主，不再被外人指着鼻子骂；民权让人民能选、能说、能问，不再被官欺压；民生让老百姓能吃饱，能活得有尊严。国家强，不在皇帝，不在军阀，在人民有没有信念。这不是口号，是信仰。一个把命献出去的人说这话时是有分量的。有人质疑他：你失败了那么多次，还要讲理想？他淡笑：理想不是用来赢的，是用来撑下去的。这句话在后来的岁月里成了许多人活下去的理由。1924年，孙中山北上，他要以北救国，劝各方军阀停止内战，一起对抗外侮。他病得很重，但还坚持出发。同行的人回忆，他那时每咳一次，纸巾上都是血，可他不肯停。我这一生没有时间可以浪费。那句话说完后，他又咳了10几分钟。火车一路北上，沿途百姓夹道相送。有人喊：孙先生，你不要死啊！他微笑挥手，却一句话都没说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真的快了。到了北京，医生检查肝癌晚期，已经扩散。他被抬进协和医院，病床上他仍在写信、画图、批文件。有人劝：先生，先歇歇吧。他答：国家不歇，我怎敢歇？护士回忆，他痛到不能说话，就用纸写，每一张纸都写着国家的事。最后的几天，他请来秘书，口述遗言，那一页纸如刀刻一般：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这8个字不是留给党派的，是留给后来所有中国人的。那一刻，整个病房安静的只剩呼吸声。他眼睛闭上，嘴角微微弯起，那笑像是终于放下了。1925年3月12号，这个点燃时代的人永远的睡去了，他的遗体被送回南方。沿途百姓自发跪迎，风吹着青天白日旗，旗子上溅着泪。广州、香港、上海，人群里有人喊国父，有人喊先生，您放心走吧，还有人一句话都说不出，只能哭。那一年，没人觉得革命结束了，因为那8个字成了火种：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之后的中国继续乱，北伐、内战、抗战、分裂再统一，但不论哪一方执政，每次提到孙中山都要脱帽敬礼。有人说他是国民党的象征，有人说他是共产党的起点。
可更准确的说法是，他是中华民族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那根火柴。没有他，就不会有人敢第一个喊出共和；没有他，就不会有黄埔那代江心；没有他，中国也许还在跪着。有人批评他失败理想化，但你去翻翻他留下的信，看他写的手稿，每一个字都透着真。他不是为了权，是为了改变。那种信念稀有纯粹，像钻石一样在混乱的时代里闪着光。有人说他没成功，我说不对，他赢了。不是在权力上赢，是在觉醒上赢。一个国家能从皇帝治天下变成人民治国家，这本身就是一场最大的胜利。他不是救世主，他是点灯的人。你看今天的台湾，街上有人抗议，有人游行，有人投票，有人骂政府，有人觉得混乱、吵闹、没秩序。但别忘了，正是那种能说话的权利，是他100年前拼命争来的。他想要的不是完美的国家，而是一个人民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国家。他让中国第一次学会人民的意义，这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。历史最残酷的地方在于，他不会奖励完美的人，他只奖励那些敢第一个站出来的人。孙中山就是那个第一个，他从一个赤脚少年走成一个被全世界追杀的人，再走成一个让世界敬畏的国父。你说他疯也好，傻也罢，但正因为他疯，我们才有今天能自由讨论这段历史的资格。他曾说过一句最被忽视的话：做人要励志，革命要信心。短短8个字，是他一生的写照。他从没怀疑过自己能不能成功，他只问：如果我不做，还有谁会做？最后，我们回到那一句：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这句话不该被印在纪念碑上，它该活在每个觉醒的人的心里。当你看到不公，当你想退缩，当你觉得这世界太黑，请记得有个叫孙中山的人，在比这更黑的时代点亮了一盏灯。历史不是古人写的，是后来的人完成的。中山先生的革命没结束，它变成了我们手上的选择。今天我们选的每一张票，说的每一句真话，守的每一个良知，都在让那场革命继续活下去。所以当你路过台北的中山堂，或在书上看到青天白日旗，别只当它是符号，那是血，是泪，是信念。他一生最像的一句话是他自己说的：无志所向，一往无前，愈挫愈奋，再接再厉。这不是口号，这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史。一个从泥地走出来的男人，用自己的血和梦，为我们换来可以抬头呼吸的天空，